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下班照治愈无数人，她的松弛全靠82斤的狠，谁会呢？家人们，在刷到谭松韵最新的那条下班路上的随拍的时候，我直接愣了3秒钟。就是这样的情况，头发被风刮得有些凌乱，靠在车窗上拍了一下从空中飞过的飞机照片。蓝调的时候，画面很静，甚至有些不合时宜。姐姐已经36岁了吧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想问一下，她是怎么做到把下班这件事情过得很生动有趣的呢？大家应该不清楚，在这组照片前2天的时候，她刚刚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面对王锃亮一起演唱了歌曲《小半》，一个唱的是用生命在嘶吼，表情夸张到了万人演唱会的程度。旁边这位姐呢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一脸和我没关系的表情，在等公交车一样。网友们直接笑翻了，一个是正在开演唱会，另一个则是等待公交车。但是细细品味一下，能够做到下班之后马上回到自我的人，是不可能装出来的。其实我看了他2026年上半年行程单的手都开始发抖了。春晚宜宾分会场真唱真说方言，百花迎春唱少年，央八半年关我的山与海，首个音综天赐的声音常驻。腾讯 S 加古装兰香如故定档8月24日，5个月增加了6个商务直播、扫楼、粉丝见面会、晚会嘉宾，行程排到窒息。之后他在下班后的车上也可以随手拍摄一幅治愈系的天空照片。内娱目前最缺乏的一种能力，并不是演技或者流量，而是一种在下班之后能够做到把自我还给自己的能力。要知道谭松韵这副小脸蛋骗了多少人。屏幕上的样子很可爱，容易被欺负，但是私下里其实是一个没有水分的大女主。媒体朋友们在片场从来不会得到特殊的待遇。现在的流量明星出入恨不得有10几个人保镖开道，而他呢，下班之后还要请工作人员喝奶茶，并且主动和群演打招呼。这种反差，你自己去品味吧。更加厉害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呢。拍摄《我的山和海》时，为了把90年代流水线打工女演活了，他提前3个月每天都只吃水煮菜，硬是把自己从96斤瘦到了82斤。镜头中的人穿的是洗得很脏的工装，在路边蹲着吃馒头，晒得满脸通红。导演们都吓了一跳，这不是在演戏，而是在把自己埋进90年代的土地中去。82斤的朋友们，一个成年人把自己饿到这种程度，就是为了扮演一个打工妹。然后再来看看她在新年的那一张白色的吊带裙的照片，腰部线条收得很紧，侧缝处还开了一个大口子，一直延伸到大腿根部。健身博主计算出核心肌群稳定性已经达到了专业的舞蹈者的水平，由散发着泥土气息的乡村老师变成了穿着极致露腰裙子的人。在这之间只有6天的时间差。姐姐把自我当成橡皮泥来塑造吗？但是这正是一直想表达的意思。人们只看到了她那甜蜜的一面，并没有看到甜蜜后面隐藏着什么。在母亲突然去世的那一段时间里，并没有看到她去卖惨或者博取同情。默默完成了庭审之后，所有的赔偿款都捐献给公益事业了。在低谷时期，不要去炒作，也不要卖惨，而是要转过身来，静下心来打磨自己的演技。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墓地坐一坐，专门写了歌曲《我在》，这是我的一首歌。他把悲伤变成了什么呢？就如我的山和海中的方婉之一样，不服输的精神，转化成兰香如故中的一人分饰2角，从14岁演到80岁，这种狠劲儿。转化为下班之后可以对着车窗外拍天上的放松感觉。
闺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她的这张天生带有婴儿肥的脸，让所有人都被蒙骗了。如果真的是纯粹的傻白甜，在这样的水很深的圈子中，也能混到现在的地步吗？我认为谭松韵最厉害的地方，并不是她的甜美，而是她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了一个反内耗的榜样，不讨好，不消耗自己，一心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，并不是说一定要按照世俗的时间表来过日子，不急着结婚，也不急于要孩子，安心的去做事业吧，静静的过日子也无妨。有戏可拍，有钱可以赚取利润，有足够的实力不去依靠别人。看他的微博，或者是在工作中，或者是生活中，没有无病呻吟，也没有刻意营业。7月26日发布一组日常生活照片，并附文：我能想象到你们看到这条微博会说些什么。这不是明星在作秀，而是在青春期的学生们随手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。黑色边框的眼镜，宽松的 T 恤，棒球帽，不使用任何滤镜或者精修软件。童颜天赋是30来岁依然保持年轻的容貌，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能够从光影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灵气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下班之后拍摄可以让人感动的原因，因为他的生活就是绝大多数打工人的理想状态，在工作中全身心的投入，在下班之后把自我还给他人，可以称作是人物设定。但是我相信，一个为了角色可以瘦到82斤，能够一个人扛过母亲去世，能够在央视春晚真唱真说方言的人，他的松弛感并不是通过表演的来的，这是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才懂得怎样去与自己和解所得到的结果。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他是如何使下班变得如此富有活力的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把上工当作生活的一部分。在剧中他叫方婉之、沈佳兰、耿耿、李尖尖，戏外他是谭松韵，在下班的路上可以拍天空，在路边的小店可以吃面，在素颜直播的时候可以把美颜关掉。能够做到分得清的人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顶级自律。36岁，不结婚，不炒作，不内耗，有爆款的作品，经济上的独立，有自己的房子以及生活方式等等。空闲的时候可以养花、做饭、与老朋友聚会等等。你觉得她漂亮吧？漂亮。但是比美貌更加稀有的，就是能够做到下班之后就可以把自我还给社会的那份自信。这不是惬意，这是本事。所以下一次再听到有人讲谭松韵好美好惬意时，不要只是点头，要知道这样的安逸都是要用到82斤的狠心。36岁清醒的大脑，以及无数次把自我还给自己的决然来换取的。在评论区里聊一聊，下班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继续卷下去呢，还是把自我还给自己的过程呢？